朋友们，你觉得海南封关后会逐步抢走新加坡的港口货流吗？这听起来很有道理，对吧？毕竟海南正在打造一个中国版的新加坡，但数据显示，现实跟我们的想象完全不一样呀。2025年12月封关后的海南，零关税进口货值只有区7.5亿人民币，杨浦港一整年的吞吐量也仅仅300万 TEU， 而新加坡呢，全年吞吐量暴涨至4466万 TEU， 不仅创历史新高，还成为全球吞吐量第一大港口。咋回事？这一波海南猛涨，新加坡却赚翻了，很搞笑吧？更劲爆的是，大士港即将新增4个全自动化泊位，直接让港口增容30%。别急啊，这一切的背后藏着一个商业逻辑上的大反转。这些多出来的钱究竟从哪里冒出来的？让我们接着往下看这场博弈背后的故事，保证颠覆你的认知。海南封关说到底就是想要抢占全球制造业加工贸易的蛋糕，也试图成为亚洲加工制造中心，看似要跟新加坡分庭抗礼，对吧？但是这个所谓增值30%的免税政策规定，可是个细思极恐的事情啊！政策本身是鼓励高价值原材料进入海南工厂加工，但这些原材料它是直接飞到海南吗？哪里是那么简单的事？我们要看全球物流网络的实际走向。东南亚、美洲、欧洲这些主要的原材料来源的货物基本都选择通过新加坡集中调度后再转运到海南。说白了，新加坡港就是全球贸易的超级物流中转站。数据显示，中东到东亚这条主航线，70%的货物都要经过新加坡港口作为集拼站。比如从美国进口半导体原材料的某企业，他们发现直接运输到海南不仅成本高，还有时间风险。而通过新加坡港拼装柜分类包装，费用低，速度快，还能搭上航运金融结算。不过海南完全没法接这项服务，海南对原材料提了价，但新加坡靠转口服务才是真正的大赢家。他在干的可是躺赚的生意。普通消费者瞄着海南免税店疯狂购物，但全球的大型企业、大的资金只看新加坡的海事服务产业。货物从新加坡过，不仅要交过路费，还要买保险、办金融结算，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环节，是海南根本追不上的无形收入。到这里，你可能有个疑问：新加坡凭什么就能做到全球调度中心？为什么就是海南抢不到的这块肉？接着往下，我们来说新加坡港真正厉害的地方。你以为新加坡港一骑绝尘，靠的是东南亚地理位置吗？不，真正让它无敌的是超越时代的基建和技术。来，我们看看全球最大的全自动化码头——新加坡的大士港。它完全建成后，年吞吐量将高达6500万 TEU， 什么概念呢？大概是海南杨浦港的20倍。而且你知道吗？2026年大士港新增了无人智能引导车，也就是 AG 以及数字孪生技术。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货物流转效率提升超过了30%，船只挂靠时间缩短了整整1/4。更重要的是，海南的杨浦港目前连接的国际航线只有40条，而新加坡连接的港口超过600个，每周有300多次船只挂靠，这根本不是同一个重量级的竞争。海南杨浦港最多算是未来的一个基础型商场，而新加坡已经把整个物流系统搬进数字宇宙，从处理货物的能力到服务体系，它的网络效应就已经帮它筑起了不可撼动的护城河。但你以为新加坡的强大真的只是基建狂魔吗？下一部分我们将揭开它全球贸易霸权的另一重面纱，你绝不能错过。2026年这一年，全球可谓陷入了关税战的风暴中心，特朗普和欧洲多个国家纷纷掀起贸易战，关税比拼进入白热化。这时，一个核心问题浮出水面：海南虽然是离岛，但在法律上，货物仍属于中国关税区管理范畴。这样一来，一旦发生争端，货物贸易还会牵扯法规风险，而这时候新加坡的中立港地位就显得无比珍贵。我们来看一些数据，新加坡签订了全球最密集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FTA 网络，超过65个国家与地区的企业可以通过新加坡绕开政治风险，规避争端成本。不仅如此，新加坡还加持了离岸金融结算权，它不仅走货，还帮你换汇，甚至拿身份。这种打包服务直接让全球资金像潮水一样回流新加坡。说白了，新加坡不仅是个港口，它是一家全能型金融综合体。它赚钱不是靠货物，而是靠规则。海南能抢得了一部分货流，
但规则交易依旧牢牢掌握在人家手里。那么问题来了，新加坡港口到底有多赚钱？我们接着分析。朋友们，港口在新加坡不只是一个物流名词，它是个金融名词，它已经成为新加坡经济的超级印钞机。我们看几组数据，港口直接贡献了新加坡约7%的 GDP。随着2026年大使港全自动化的全面升级，这一数字预计增至8%。海域业的年生态产值更是高达2500亿新元，这不仅仅是靠收过路费，其中船舶加油的业务值得重点关注。2025年，新加坡的海事燃油销量创纪录，达到了5677万吨，这还是传统燃料逐步削减的情况下，而绿色甲醇胺燃料这些替代能源飞速占领全球高利润市场，更是海南目前想都不敢想的。除此之外，新加坡海域业还直接雇佣了17万人。通过全自动化后，码头工人数减少，但海事数字化分析师这样的高薪岗位却大量涌现，起步月薪基本在1万新币，成为了2026年的抢手职业。正因为这些客观的经济效益，我将会在下面告诉大家，作为新加坡人，我们怎么搭上新加坡港口这个超级印钞机。新加坡的强大不在它如何搬砖，而在它如何成为全球的大脑型管理港。它的战略已经从单纯的物流服务进阶为多元化生态链，而这对我们普通人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你还停留在低技术含量的物流代理，一旦海南崛起，恐怕直接被卷得看不见边。建议大家学点数字化工具，或者进阶到更复杂、更有含金量的领域。而中产朋友千万别放过2个高薪金矿：海事法律服务和 ESG 碳足迹追踪，这是新加坡港口生态的核心价值构成。至于有资产的朋友，什么时候选海南，什么时候选新加坡，一定要根据避险政策红利结合布局。组合群时代已经开启，单打一支会错过很多机会。港口早就不只是一个运输名词了，它已经是金融、政策和技术集中体现的大财富名词。海南刚刚试探性入场时，新加坡却已经稳稳收割产业链的上游利润，这背后的生态霸权，短时间内海南还很难撼动。朋友们，那么问题来了，海南到底有没有逆袭的机会？新加坡又会如何进一步巩固全球领军港的地位？两者的博弈，你的答案是什么？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独到见解，同时记得给我点个赞，订阅频道。我是阿明，这里是最新鲜、最有深度的新加坡解读，带你看趋势，聊未来。我们下期再见。